B-2作为美军战略轰炸机3驾马车之一，是现役美军最昂贵的轰炸机。出动 B-2远程奔袭轰炸也门，美军可以说是杀鸡用牛刀。那美军为何要选择 B-2？这次空袭有哪些细节值得解读呢？ B-2隐身战略轰炸机全长21米，翼展是52.4米，全高5.18米，最大起飞重量超过170吨。 虽然机翼面积达478平方米，但 B-2通过采用独特的飞翼布局和隐身涂层，使自身的雷达反射截面积减小到了0.05到0.1平方米，也就是一个篮球大小，显著降低了被雷达发现的距离。凭借出色的隐身性能 ，B-2可以大大方方地飞行，在任何高度投弹，对防空能力弱的对手简直就是降维打击。B-2的载弹量也很大，内部弹舱最大载弹量达22.6吨，能携带几乎所有美军现役机载武器，包括各类常规炸弹、杰萨姆导弹、解锁5导弹以及 B-61系列核炸弹。多样化的武器配置使得 B-2能够执行多种类型的任务，从传统的地毯式轰炸到精确打击，再到战略核威慑。 B-2最常用的武器是卫星制导的捷达姆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和小直径炸弹，一次出击就能打击很多目标。如果挂载 GBU-39小直径炸弹，数量更是高达192枚。此外 ，B-2还是美军 GBU-57巨型钻地弹的唯一挂载平台。这种钻地弹对加固型混凝土的穿透深度达到60米，可以有效地打击坚固的地下设施。作为一款战略轰炸机 ，B-2不加油的最大航程可达1.2万千米，进行一次空中加油后，航程可达1.8万千米。这使得 B-2能够从美国本土起飞，执行全球范围内的任务。在2001年10月，美国对塔利班武装的持久自由行动中，美国空军曾连续3晚派出2架 B-2从美国本土密苏里州的怀特曼基地起飞，对阿富汗境内目标进行空袭。这些 B-2飞越太平洋和印度洋，在加州外海、夏威夷、关岛、马六甲海峡北段、迭戈加西亚基地附近进行了5次空中加油，完成空袭任务后再原路返回，整个飞行时间大于40小时，航程则高达3.2万千米，是美军有史以来最远的攻击任务。当下，美军出动 B-2复刻当年的持久自由行动，去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其目的就是威慑抵抗之湖的其他各方，表明美国对中东地区仍有强大的军事打击能力。不过，美军20多年来一直炫耀 B-2的彪炳战绩，却并没有改变最后从阿富汗撤军的狼狈结局。还有观点认为，美军出动 B-2空袭也门是想摧毁胡塞武装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以色列的能力。目前，胡塞武装手中掌握着大量弹道导弹，且不少型号都有实战经验。此前，胡塞武装曾多次向以色列发射巴勒斯坦2弹道导弹。这款导弹的战斗部经过特别设计，采用了双锥体弹头，末端有4个小型的弹翼，意味着飞行末段会出现变轨。以色列防空反导系统拦截难度非常大。我觉得胡塞手中可能这种弹道导弹数量不会很多啊，外传有就是180多枚啊，而且180多枚里有多少是像巴勒斯坦2这样的所谓的高超音速弹头的，还要打一个问号啊。以胡塞的能力，我觉得还是比较差一些的啊，所以胡塞这些武器实际上背后都有伊朗的影子。有观点认为，美军首次出动 B-2袭击也门，明面上是打胡塞武装，暗地里是警告伊朗不要妄动，是为以色列对伊朗进行报复撑腰。请教一下邵女士，您认为美军此举能否达到其目的？确实是它有震慑伊朗的意思。我们都知道，伊朗的那些重要的目标都是在地下，而且据说是几十米的深度。那这样的目标呢，它只能用巨型的钻地弹来打。那现在呢，美军有一款就是特别庞大的钻地炸弹，叫 GBU-57。这款炸弹呢，它的钻地深度是超过了60米，但是呢，它特别重，就是全弹重呢是12.6吨。光是它的这个炸药部分就是天梯就有2.54吨。那这款巨型的钻地弹在美军的这个序列里边，只有 B-2A 可以携带，而且呢 ，B-2A 呢也只能携带2枚。
所以，如果说美国要去打伊朗的这些重要的设施目标的话呢，只能用 B-2A 携带呢 GBU-57这种巨型的钻地弹，所以就是给人的感觉就是说出动 B-2A，那么有给伊朗看的意思。有消息人士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批准以色列对伊朗进行报复性打击的一系列目标。请教一下邵女士，一旦以色列再次动手，中东局势是否有可能陷入更加混乱的局面？现在看呢，以色列可能确实是不会去打那些特别敏感的目标，包括呢什么对于高层定点清除啊。那现在大家的预测就是以色列会打伊朗的军事目标，比如说它的导弹、无人机的发射装置，这些武器的仓库，还有就是可能部分的政府的大楼。那现在外界的意思就是说，阻挡不住以色列的报复，但是呢，希望这个报复呢不要产生太严重的后果。假如说这个后果不严重，那伊朗呢可能就不会进行反报复，就是双方呢达成一个平衡，不要没完没了的你报复我，然后我再反报复。这样的话呢，其实对于整个中东地区的局势，对于伊朗、对于以色列呢，可能都不是一个好事儿。所以我觉得现在呢，关键就是看以色列怎么进行报复。如果说以色列的报复，给伊朗造成了重大损失，那么伊朗一定会进行反报复。如果说这个报复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那可能伊朗呢也就把这个事儿就翻篇了。所以说到底还是看以色列怎么做。74年前，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打响入朝后的第一次战役，以光荣的胜利拉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帷幕。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激励我们铭记历史，砥砺前行。今年抗美援朝纪念日前夕，军情直播间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首次合作，推出《走进军博，在红色故事中汲取奋进力量》特别策划，细听一件件红色文物如何诉说峥嵘岁月。军情直播间记者来到位于北京长安街延长线上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这里的馆藏文物有一辆大名鼎鼎的 T-34-85型坦克，正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被授予人民英雄坦克光荣称号的215号坦克，它的背后有怎样的故事？看它这个炮管上有6颗红星，它代表的是击毁5辆，击伤1辆。这是他在整个朝鲜战场上的这个战绩。那么特34呢，在苏军里面是1940年装备部队，那么也是2战最著名的中型坦克。但是到了这个1950年以后啊，它的性能整体来讲，确实是跟当时比如说美军的包括苏军自己的先进的这个战后第一代坦克相比，还是有差别。面对敌人数量更多、性能更加先进的 M46坦克，志愿军驾驶的215号坦克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单车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奇迹。1953年7月，在抗美援朝战争实验洞北山战斗中，215号坦克在陷入深坑的情况下，单独承担消灭敌方坦克的任务。他以巧妙的战术和纯熟的技术支援步兵作战。当时正值雨季，215号坦克和其他2辆坦克受领了拔钉子、支援步兵攻下敌方高地的任务。3辆坦克驶入一片开阔的泥泞地时，一发炮弹突然在215号坦克正前方落下，泥地瞬间被炸出一个大坑。215号坦克立即刹车，但巨大的惯性还把它带进了深坑。车组成员跳下战车，垫木头、挖泥土，用尽所有办法，但重达32吨的坦克依旧动弹不得。很快，新命令下达，其他2辆坦克先行撤退，由215号坦克单独承担消灭敌坦克任务。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志愿军考虑就把另外2辆坦克撤下去了，就等于215号从3车的联合作战变成了单车作战。而且那个时候，因为你限车，你实际上是动弹不得的。那怎么办呢？牙如车组就很聪明，马上从附近找来各种各样的这种，包括是碎石啊这些，把坦克就给掩盖起来，就伪装成了一个土丘。那么这个时候距敌人大概也就是1000米。
第二天黄昏，高地上突然出现3辆敌方 M46坦克。M46重量为44吨，有着更大的火力和更厚的防护装甲。如果正面相遇，215号坦克几乎没有胜算。然而，215号坦克却抓住时机，迅速锁定目标，连续发射穿甲弹，一举将这3辆 M46摧毁。他们一直是通过隐蔽，然后这个敌人一直也没有发现他们的车，然后他们在敌人的坦克调动出来之后，从侧面开火，把敌人的 M46就等于摧毁掉了。然后后来我们说敌人发现这个等于阵地前方有我军坦克之后，就用重炮来对这个215车附近进行开火。那么雅鲁车组也很聪明，怎么办呢？就是先把发动机打着之后，加最大的马力，你就听到坦克的轰鸣，然后慢慢的收油门，这个声音就小了。那么你在远处听就以为这坦克慢慢开走了。就后来这个雅鲁车组就回忆说，是敌人的这个延伸火力，就为了追着这个坦克打，大概轰了2公里的距离。但是其实我们车是没动的，所以应该说在当时这个实现洞北山的这个作战里面，你能充分的感受到，在没有条件的情况下，志愿军的指战员怎么去发挥主观能动性。抗美援朝的真实战场上，年轻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临危受命，却拿出了空中拼刺刀的血性，在实战中取得了令世人震惊的辉煌战绩。在军博中陈列着一架编号079、绘有9颗红星的米格15歼击机。我们从机头的左侧，如果大家仔细看了，会发现它在座舱的下方会有9颗红星啊，4颗是实心的，5颗是空心的，就代表击落4架，击伤5架。那么这个实际上我们说5架就是王牌嘛，所以这可以说是已经接近到这个等于双料王牌的程度。这是1级战斗英雄王海驾驶过的战机。我们看米格15机头下方3门炮。3门炮，一门37毫米炮，2门23毫米炮，一共备弹是200发。它从火炮的角度来讲，威力很大。如果能命中，几乎就可以重创敌人。但是我们说，你怎么样保证命中？你像王海同志最初参战的时候也出现过炮弹打光，敌机没有被击落。那么，所以就开始认真的总结经验，最后形成了接近到300米空中拼刺刀。这个距离，你即便击落了敌机爆炸，包括它在空中，比如解体，会给我们后面追击的我军战机带来很大的风险。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要冒很大的风险，但是是符合战机包括我们飞行员特点的一个战术。米格走廊是一个著名的军事名词，是美国空军对朝鲜北部清川江至江界一带由志愿军空军及友军空军掌握局部制空权的区域的称谓。初生牛犊的志愿军空军拿世界最强大的美军空军当陪练，驾驶米格15歼击机，在米格走廊击落了大量美军飞机。米格15的主要对手是美国空军的 F-86战斗机和 F-80、F-84战斗轰炸机，其中 F-86是美国空军装备的最先进战斗机，特点是水平机动性强，搭载的是6挺 12.7毫米机枪。虽然射速可达每分钟1250发，但对以坚固耐用著称的米格15的毁伤效果一般。米格15曾创下身中几十发机枪弹而安全返航的记录，被称为空中坦克。1951年10月18号，美空军9批184架飞机开始对朝鲜永柔、安州的铁路线等交通要道进行轰炸。志愿军出动22架飞机，同友军的88架飞机起飞，共同迎战来犯之敌。其中，王海率领6架米格15腾空而起，在接近清川江大桥时，大约60架 F-84美机正在轮番轰炸大桥。跟我攻击！王海一声令下，6架战鹰从高空冲向敌阵。这一仗，敌我兵力10比1，战果却是0比5。王海一个人就击落2架敌机。志愿军飞行员在空中如何取胜？
他们不仅发挥米格15火力优势，还采用美军最害怕的对头攻击战术，也就是正面迎着敌机机群冲上去，3炮齐射。这就是美军惊叹的志愿军空中拼刺刀的战法。据统计，在2年8个月作战中，志愿军空军共战斗起飞2457批，26491架次，实战366批，4872架次，共击落敌机330架，击伤95架。王海所带领的1大队荣立集体1等功，被誉为英雄的王海大队。抗美援朝战场上，我们的空军的战斗英雄驾驶着战机击落敌机，我们空军开始从雏鹰到真正的雄鹰的这个发展。到53年的时候，全世界都知道中国的空军是能打仗的。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美国急于获取有关中国的战略情报，他们希望在中国大陆周边地区利用 U-2进行高空侦察行动。不甘心失败的蒋介石与美方一拍即合，一支神秘的台湾空军飞行中队在桃园悄然成立，对外宣称气象侦察中队，独特的黑猫徽章便是它的队徽。在军博地下1层，一枚红旗2地空导弹被放置在一处显眼的位置上，在它身边还有特别的一架 U-2高空战略侦察机。我们打 U-2呢，实际上是从1962年的9月9号首次开记录。那么到67年，我们大概击落了5架 U-2。那么旁边这架呢，作为 U-2的残骸，它实际上是以我军击落的第4架为主体，用4架 U-2的残骸拼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重要的展品。美军协助台军先后成立低空侦察的黑蝙蝠中队和高空侦察的黑猫中队，他们昼伏夜行，刺探大陆情报。其中，黑猫中队使用的就是 U-2侦察机。1962年 ，U-2侦察机开始频频出现在大陆上空进行侦察。U-2侦察机装有可多角度转动拍摄的长焦航空相机，据称，它在18000米的高空就可以拍下地面人员的活动。时任空军地导2营参谋长龚长春回忆称 ，U-2来的频率很高，说进来就进来，只要天气好它就来，大摇大摆进，大摇大摆出。当时正是新中国原子弹研制的关键时期 ，U-2侦察机的目的非常明显。中央军委决定，必须要打击入侵领空的 U-2，就是在执行它所谓侦察任务的过程之中，飞行高度一般也在22000米以上。那么这个高度实际上当时的歼击机是很难达到的。那么现在我们说，你作为一款歼击机想要在25000米以上去拦截 U-2仍然很困难，所以对它主要的打击方式就是用地空导弹。1962年9月9号，人民空军地空导弹部队某部2营在江西南昌地区设伏，首次击落 U-2侦察机。这次战斗还开创了地空导弹击落高空侦察机的世界先例。1963年9月25号，沿海警戒雷达又发现一架 U-2从台湾岛起飞，一路向西飞去。此时，人民空军地空导弹的几乎原班人马从北京千里机动到西安，等待着捕捉它的机会，再次取得战果。实际上，它也并不是简单的说它飞过来我就击落它，没有这么简单。因为 U-2呢，当时有针对防空导弹相关雷达的无线电告警的系统。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压制、欺骗 U-2的这个无线电告警系统？包括我们后面发展出来所谓近快战法。就是用不同频率的雷达来执行不同的任务，那么最大程度的压缩你的这个防空导弹的制导雷达的开机的时间，那么这样保证在很短的时间内捕捉对方，而且呢不给对方反应时间。另外呢，就是我们怎么吸引 U-2到我们当时的这个红旗导弹的这个设伏阵地，这个就需要什么大量的空军部队的佯动，因为红旗2呢，它其实跟萨姆2一样，它是基本上不具备机动作战能力的。你要预先去布置阵地，需要你的空军部队，包括其他的一些部队，做出一些相关的动作，吸引 U-2到相关方向上，试图进行侦察。在一次伏击过程中，人民空军地空导弹部队出动了4个营，展开了100多千米的拦截面，
在 U-2飞机返航的时候一举将其击落。那么这个过程中，实际上也是我们说智慧的博弈。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 U-2的残骸，包括我们从这个整个60年代击落 U-2的一系列的这个国土防空作战，真正想要发挥武器的效果，靠的还是人，是靠人的智慧。在军博新媒体火出圈的网红评论员、海军某部退休干部杨南镇，带领军情直播间记者来到军博一艘吨位不大的鱼雷艇前。这件文物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很荣幸的，可以告诉我们的观众，这艘艇，我曾经的那个部队，我当水兵的那个部队，退役下来的。这艘艇呢是1954年11月14日，在夜间啊，在完全是夜暗条件下，和另外3艘鱼雷艇。对敌人太平号护卫舰实施了鱼雷突击，击沉了太平号护卫舰。这艘鱼雷艇的型号为123型，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向苏联造船厂购置的首批鱼雷艇，最大排水量不足100吨，却屡建奇功。一个艇呢是2个发射管，这2个发射管呢，这个一边装1个鱼雷，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另外呢，五背上呢还有2座枪。这个枪呢，每一个座呢，就是每座呢是双联装的12.7的德式卡机枪，在敌舰运动过程当中把提前角算出来，然后呢射击，这是一个情况。一个鱼雷呢是2条这么打出去，稍微出来差一点。为什么要有一个叉呢？就是说尽量让2个雷之间的距离呢要大一点，这样就说呢命中概率会提高。就是说我这条雷打中，比方说打中舰首，或者这条雷打中舰尾。就是说它能够更大的这个有个被命中的这个距离，啊，保证1条雷命中的概算可以达到0.8到0.9。1954年，台湾海军太平号护卫舰经常在浙江省大陈岛和舟山群岛一带海面进行骚扰、炮击沿海地区，破坏渔场。人民海军奉命打击敌舰。11月14号0时5分。当太平号护卫舰又出现在浙东海面时，隐蔽的快艇飞速接近，并发射鱼雷，成功命中太平号。几个小时后，排水量1430吨的太平号被海水吞没。捷报传到北京，中央军委发出通令，嘉奖此次参战的快艇部队。军博陈列的123型鱼雷艇，就是参加这次作战的4艘鱼雷快艇之一。